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沈风华连续3年的集团销冠，却因拒绝帮关系户陆子明做假账，被栽赃泄露商业机密扫地出门。送外卖筹钱时，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客户资源被瓜分，心血方案被剽窃，直到神秘人递来一份陆家贪污的证据。现在他回来了，带着整个行业的噩梦。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沈风华今天终于把天盛集团那单啃下来了，3亿6千万的合同，全公司3年都没人搞定的硬骨头，被我一个人撕开了口子。签字笔落下的那一刻，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然后就是全公司的欢呼。庆功宴上， CEO 陈志远端着香槟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风华，你就是咱们公司的定海神针。”我笑了笑，没说话。定海神针，怕是有些人巴不得我赶紧滚蛋。我余光瞥见财务总监林曼妮站在角落，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正飞速在手机上敲打着什么，眼神时不时往我这边瞟。这女人是公司出了名的关系户，据说是某位董事的干女儿，平时屁本事没有，抢功劳倒是一流。我没搭理她，仰头灌了口酒。可我怎么都没想到，3天后报应来得那么快。沈风华，经公司调查，你涉嫌泄露商业机密，现正式解除劳动合同。HR 总监王丽推过来一份文件，脸上挂着假到令人作呕的微笑。我盯着他，一字一顿：“证据呢？”王丽眼神闪烁，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这是技术部的报告，你的电脑里发现了大量违规数据。”我扫了一眼，差点笑出声。这特么也能叫证据？这数据是伪造的。我冷冷道：“我的电脑有自动备份，原始记录可以调出来对比。”王丽脸上的笑容僵了僵，随即又恢复那副虚伪的嘴脸。公司已经决定了，请你配合。我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明白了，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是想让我滚。收拾东西的时候，整个销售部安静得像坟场，平时称兄道弟的同事，此刻全都低着头，假装没看见我。只有实习生张威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号码：“沈哥，这是我表哥，他公司正在招人。”我冲他点点头，把纸条塞进口袋。刚走到电梯口，保安队长带着2个人高马大的家伙拦住了我。公司规定，离职人员要检查随身物品。我眯起眼睛，我在这干了5年，从没听过这规定。保安队长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今天刚加的。”说完，他一把抢过我的纸箱，哗啦一下倒了个底朝天。我的钢笔、笔记本、客户名片散了一地，那支跟了我8年的万宝龙钢笔，笔尖直接摔断了。我弯腰去捡，保安一脚踩在我手背上，捻了捻：“哎呀，不好意思，没看见。”我抬头，看见他脸上毫不掩饰的恶意。那一瞬间，我差点一拳砸他脸上，但我忍住了，因为电梯门开了。陆子明，那个空降的副总，搂着林曼妮的腰走了出来。他瞥了我一眼，嗤笑一声：“哟，这不是咱们的销冠吗？怎么改行捡破烂了？”林曼妮捂着嘴咯咯笑，鲜红的指甲在灯光下像血。我慢慢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陆总。”我冲他笑了笑：“听说天盛集团的合同转交给你了。”陆子明得意地扬起下巴：“怎么不服气？”我摇摇头，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天盛的赵总
最讨厌2件事：迟到和喷古龙水的男人。你明天10点的会，记得别迟到。说完，我转身走进电梯，门关上的前1秒，我看见陆子明的脸瞬间铁青。走出公司大楼，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我摸出手机，拨通了张威给我的那个号码。喂，老周吗？我是沈风华。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突然爆发出大笑，哈哈哈！他们真把你开了？那群傻逼知不知道，他们裁掉的是整个行业最牛的销售？我笑了笑，抬头看着曾经工作了5年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像一把刀。老周，我要做的事可能需要点违规手段。违规？老周笑得更大声了。老子开的是猎头公司，不是教堂。说吧，要搞谁？我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3个字：陆子明。我蹲在马路边上抽烟，手机震个不停。前同事李胖子连发了10几条语音，我点开第1条，他压得极低的声音传出来：风华，你他妈绝对想不到，陆子明那孙子把你所有客户资料都拷走了，现在全公司销售都在重新分配，林曼妮拿了最肥的那几个。我猛吸一口烟，尼古丁在肺里转了一圈，吐出来的全是火气。第2条语音自动播放，听说陆子明他爹跟陈总是老同学，这王八蛋空降过来就是镀金的，你之前当众让他下不来台，他早想弄你了。烟头被我捏得变形。半年前那件事，我他妈后悔没当场揍他。那天月度汇报会，陆子明拿着份数据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他接手后客户满意度提升40%，放屁！我直接调出后台真实评价截图投到大屏幕上。陆总，系统记录显示，你负责的6个客户里，5个上周刚投诉过。会议室瞬间死寂，陆子明那张抹了3层粉的脸涨成猪肝色。会后他把我堵在茶水间，递过来一张卡：沈哥，帮个小忙，把数据调整一下。我把咖啡泼在他定制西装上，滚！现在想想，当时就该把那杯咖啡换成硫酸。手机又震，是张威的消息：沈哥，他们正在销毁你电脑里的备份。我扔了烟头就往公司冲，前台小妹想拦我瞪她一眼，取个快递。3分钟，电梯直达21楼。刚拐进办公区，就听见陆子明那公鸭嗓：把这些都删干净，一根毛都别给他留。我冲进去的时候，技术部小刘正抱着我主机要格式化，放下。整个办公区瞬间安静。陆子明明显慌了：保安，谁让他进来的？我一把抢过主机箱，小刘吓得直哆嗦：沈哥，他们逼我的。我拆开侧板，硬盘已经不翼而飞。谁拿的？没人说话。林曼妮踩着10厘米高跟鞋晃过来，香水味熏得我想吐。沈风华，公司财产你无权带走哦。我盯着他领口别的微型 U 盘，那是我上个月丢的。突然明白造假数据从哪来的了。还我！他故意挺了挺胸。你拿呀！我伸手就扯，他尖叫着往后躲， U 盘掉在地上。陆子明冲过来推我：你他妈敢动手！我反手一肘子对在他胃上，这废物直接跪了，捡起 U 盘插进电脑，果然是我硬盘的镜像备份，证据确凿，报警吧！我掏出手机。林曼妮突然笑了：报呀！她撩开西装外套，露出肩膀上一块淤青。你刚才扯我衣服的时候，监控可都拍到了哦。我这才发现天花板角落新装的摄像头正对着这个角度。操！
保安来的比警察还快，4个人高马大的家伙把我东西全扔进纸箱。最壮的那个故意把我钢笔甩在地上，咔嗒一声，笔尖断了。那是我入行第1年，连续8个月业绩第1的奖品。陆子明揉着肚子走过来，一脚踩在钢笔上，破烂就该待在垃圾桶里。我盯着他锃亮的皮鞋，听见自己后槽牙嘎吱响。暴雨来得突然，我抱着纸箱站在公司门口，雨水顺着脖子往衣服里灌，手机在兜里震。我腾出手接起来，喂，沈先生您好，这里是第3医院。女生机械冰冷，你母亲的检查报告出来了，需要尽快手术。雨下得更大了，我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电话那头还在说手术费的事，我抬头看着公司 logo， 霓虹灯在雨幕里晕成血色。知道了，我挂断电话，掏出那个 U 盘，雨水顺着指尖滴在金属外壳上，像某种肮脏的洗礼。老周电话来的正是时候，查到了，陆子明明天要去皇冠酒店见客户，房号我都搞到了。我把 U 盘攥进掌心，咧嘴笑了。我投了27份简历，27个已读不回。老周叼着烟，把电脑屏幕转给我看，看看陆家给你准备的大礼包。行业内部群里，我的名字后面跟着长长一串罪名：泄露商业机密、骚扰女同事、伪造销售数据。这帮孙子动作真快。我盯着群里陆子明助理发的内部通告，连我3年前迟到3次都算成职业污点。老周拍了拍我肩膀，现在全行业没人敢用你。我冷笑，那就干点不用简历的活。蓝色外卖服套在身上像套了个笑话。送第3单时，电动车在皇冠酒店门口熄火，我拎着外卖往里走，突然听见大堂吧台传来熟悉的笑声。陆子明举着红酒杯，对面坐着天盛集团的赵总，我花了8个月啃下来的客户。赵总放心，沈风华那种败类根本不懂什么叫长期合作。我站在罗马柱后面，手里的外卖袋被捏得咯吱响。赵总抬头看见我，表情瞬间僵硬。陆子明顺着视线回头，红酒差点洒出来。你在这干什么？我晃了晃外卖袋，陆总的鹅肝酱配松露，麻烦签收。陆子明脸绿得像他盘里的芦笋。赵总起身就走，我突然想起还有个会。赵总，陆子明追出去2步，又折回来抢过外卖砸我身上。你他妈故意的吧？酱汁顺着制服往下滴。我掏出手机，咔嚓拍了张照。外卖损毁，照价赔偿。他掏出钱包，甩出几张钞票。穷疯了吧？送一辈子外卖也买不起我这只表。我蹲下去一张张捡钱，听见他皮鞋哒哒远去的声音。最新款百达翡丽，官网标价67万8，正好是妈妈的手术费。暴雨来得突然，我蹲在便利店屋檐下啃饭团，手机突然震动。张威发来一个加密压缩包，附言只有3个字：快跑路。解压后是份标书，封面上印着市政府智慧园区项目。这他妈是我熬了3个通宵做的方案，现在落款变成了陆子明主创。雨越下越大，我盯着手机屏幕笑出声。陆子明这个蠢货，他根本不知道这份方案里我埋了多少雷。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呛得人头疼。我数着缴费单上的数字，突然发现账户余额多了笔20万的转账。汇款人周天野，老周的本名。周哥你。电话那头老周打断我，别矫情，
算入股你下个创业项目。我攥着缴费单转身，突然看见妈妈病房门口站着个穿黑风衣的男人，他摘下墨镜，露出眼角那道疤。沈风华，我们老板想见你。谁？风衣男递来一张名片，烫金字体在灯光下刺眼。许氏集团 CEO 许晨。许晨的办公室大的能打羽毛球。我盯着他身后那面电子墙，16块分屏实时显示着不同公司的内部系统。其中一块屏幕上，陆子明正对着摄像头挖鼻孔。好看吗？许晨推过来一杯威士忌。你前公司的监控系统，我3年前就装好了，我差点被酒呛死。别紧张，只装了公共区域。他点开一个文件夹，看看这个。屏幕上跳出几十份转账记录，收款方全是新茂贸易、陆家控股的皮包公司。许晨敲敲键盘，去年通过虚假合同套现2400万，手法相当业余。我盯着那些数字，为什么给我看这个？许晨笑了，听说你送外卖时，经常不小心把餐洒在客人身上。第二天中午，我拎着外卖站在税务局门口，目标很明确，那个梳油头的王科长，陆子明的老同学。您的外卖。我低头递餐盒，袖口的微型录音笔正对着他手机。王科长正对着电话嚷嚷：招标文件我都给你了，那20万今晚必须到账。餐盒不小心翻在他裤子上。对不起，对不起。我手忙脚乱擦他裤子，顺走了他兜里的 U 盘。巷子里的路灯坏了2盏，我刚把录音导进手机，阴影里突然窜出3个人，领头的黄毛我认识，公司保安队长的表弟。沈哥，林总监想跟你聊聊。他晃着钢管，把手机交出来。我后退2步，后背撞上垃圾箱。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黄毛一棍子抡过来，我侧身躲开，钢管在墙上擦出火星。第2下砸在我肋骨上，疼得眼前发黑。第3下直奔面门，我抬手挡，小臂咔嚓一声，他们抢走手机。黄毛还补了2脚。林总监让我告诉你，再敢搞小动作，下次断的就不是手了。血从额头流进眼睛，我摸到兜里的备用 U 盘，还好刚才上传了云端。出租屋门被踹开时，我正用牙咬着绷带包扎胳膊。卧槽！门口穿恐龙睡衣的胖子尖叫：你他妈怎么混成这逼样了？我抬头看着10年没见的发小，计算机天才沉默，帮我黑个系统。我吐掉绷带，条件你开。沉默的胖脸笑成一朵菊花。我要陆子明办公室的监控权。成交。他打开笔记本。3分钟后，陆子明的电脑屏幕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傻逼正在看成人片。等等。沉默突然放大某个文件夹。这孙子居然用明文存密码。我盯着那个命名为贿赂记录的 Excel 表。笑出了血沫子，沉默的肥手指在键盘上敲出残影。恢复个数据而已，用得着搞这么复杂？我盯着屏幕上飞速滚动的代码，肋骨还在隐隐作痛。你懂个屁！沉默头也不抬。他们用的星盾加密，老子这是在给美国国安局系统开后门。搞定！屏幕一闪。我那些被删除的客户评价数据全部恢复。最精彩的是，每条记录后面都带着操作日志。清一色删除人林曼妮。我咧嘴笑了。能伪造个海外 IP 吗？第2天早上，陆子明收到封英文邮件，发件人显示 Global Tech 采购总监 James。说要紧急采购500套智能安防系统，预算2000万。
这傻逼果然上钩了。我通过沉默的虚拟号码接到他电话时，正躺在许晨提供的公寓里敷面膜。沈风华、陆子明声音都在发抖，快帮我翻译下这封邮件。我憋着笑，陆总，我现在是外卖员，不是翻译，1小时5000，现金成交。会议室里，我指着精心伪造的合同条款，这里写着必须使用德国莱茵认证的芯片。陆子明急得冒汗，国内行不行？违约罚金3倍。我在6000万上画了个圈，而且他们要求3天内签合同。我看到他喉结滚动了一下，签。他抓起钢笔，老子有的是办法搞定。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个 James 此刻正在沉默家打魔兽，是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网吧网管。1周后，财务部炸锅了，沉默黑进前公司内网，财务总监骂娘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往外蹦。陆子明，你疯了吧？订的德国芯片要现款现货，账上哪来6000万流动资金？那就用备用金。陆子明声音虚得发飘，这单成了利润有800万。我在手机这边笑到面膜裂开，备用金是留着发工资的，动这笔钱等于找死。果然，第2天供应商集体上门讨债。沉默给我直播了陆子明被堵在厕所隔间的盛况，这孙子最后是从窗户爬出去的。深夜的许氏集团，许晨把一份文件摔在桌上，你玩太大了。他指着监控屏幕，他们已经开始查那个假邮箱了。屏幕里，林曼妮正在陆子明办公室乱翻。这女人今天喷的香水，我在 CEO 办公室也闻到过。别急，我打开手机，好戏才刚开始。陈默刚发来消息，已拿到 CEO 邮箱权限。我按下发送键，把林曼妮和 CEO 的私人视频群发给了全体高管。早上6点，陈默一个电话把我震醒。快看财经频道。他在电话那头笑得像只下蛋的母鸡。我眯着眼打开电视，正好看到市招标办公布废标公告。经查实，晨星集团投标文件存在数据造假。画面切到公司大楼，记者的话筒差点戳进陆子明鼻孔。请问贵公司伪造检测报告是否涉嫌诈骗？陆子明的表情像是生吞了只活青蛙。我关掉电视，给早就联系好的几家媒体发了第2波猛料。陆子明和林曼妮挪用公关费的报销凭证。中午12点，陈默发来一段劲爆录音。你疯了吗？现在查这么严，还敢动那笔钱？怕什么？又不是第1次了。录音里，林曼妮的娇喘和陆子明的喘息混在一起，中间还夹杂着保险柜密码。我差点把咖啡喷在键盘上。这他妈是办公室 play 实录，重点在后半段。沉默提醒。果然，完事后两人开始讨论怎么在审计报告上做手脚。陆子明亲口承认，我爸说了，真要出事就让财务部老王背锅。我立刻把这段剪成精华版，用匿名邮箱发给了全体董事。下午3点，董事会紧急会议召开，沉默黑进会议室监控，给我直播了这场狗咬狗大戏。这是栽赃！陆子明拍桌子吼，肯定是沈风华那个杂种。够了！董事长摔了茶杯。从今天起暂停陆子明所有职务，全面启动内部审计。最精彩的是林曼妮的反应，这女人突然甩出一叠照片。陆总既然不仁，别怪我不义。照片上，陆子明他爹正和招标办王科长在洗浴中心数钱，我正看得起劲，
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沈先生您好，我是许氏集团HR总监。”对方声音甜得发腻：“听说您正在考虑新机会。”我看着电脑屏幕上许晨发来的微表情，终于明白这老狐狸打什么算盘。明天上午10点可以面试。我故意提高音量，不过我要求带团队入职。电话那头停顿2秒：“您是指晨星集团销售一部全体？”我站在会展中心洗手间的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扣。许氏集团的深蓝西装剪裁精良，袖口内衬绣着我的名字缩写，这是许晨特意安排的入职礼物。沈总监，还有10分钟开场。助理小林在门外提醒。我最后看了眼手机，陈默刚发来消息，陆子明正在后台暴打下属，笑死。推开会场大门的那一刻，上千人的目光齐刷刷刺过来，我听见此起彼伏的吸气声，几个前同事手里的资料啪嗒掉在地上。接下来有请许氏集团大客户总监沈峰华先生为我们演示新一代智能安防解决方案。我迈步上台，灯光追着我打在巨幅 LED 屏上，余光瞥见第3排的陆子明，他手里的矿泉水瓶被捏得变形。在开始前，我想先做个调查。我按下遥控器，大屏幕跳出晨星集团的 logo。在座有多少人用过这套系统？台下举起一片手臂。那么我又按一下，屏幕切换成错误代码截图。有多少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更多手臂举起来。有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陆子明猛地站起来，想离场。我提高音量：“这位先生请留步，接下来正好需要晨星集团的客户配合演示。”全场哄笑。20分钟的演示像场精准外科手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晨星集团的后门密码登录了他们号称绝对安全的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客户名单和报价单，连陆子明上周修改过的虚假数据都一览无余。而我们的系统，我切换画面，许氏集团的界面简洁流畅，采用军方级加密，同样功能能耗降低 40%。台下开始骚动，几个大客户已经掏出手机偷拍 PPT。今天签约的客户，我们将免费提供数据迁移服务。我故意停顿，包括清除某些不该存在的后台程序。这句话像颗炸弹。天盛集团的赵总第一个冲上来握手：“沈总监，我们详谈。”茶歇区瞬间变成我的主场。陆子明带着2个保安冲过来时，我正和6家客户签完意向书。沈峰华，他眼睛红得像得了狂犬病。你他妈偷窃商业机密！我晃了晃手机，需要我播放你刚才在后台的录音吗？你亲口承认了篡改客户数据的事。他脸色刷白。我凑近他耳边，对了，替我谢谢林曼妮。要不是他偷我 U 盘时连带拷贝了后台密码，今天还真没法演示这么精彩。陆子明浑身发抖的样子让我想起被电击的蟑螂。晚宴刚开始，服务生递来一张纸条：停车场 C 区，否则你妈明天就会被转院。我灌了口香槟，径直走向地下车库。陆父从奔驰里钻出来，貂皮大衣在监控死角泛着油光。小沈啊，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叫年轻人吗？我掏出烟点上，陆董亲自威胁我，是不是该发个朋友圈？他眯起眼，你以为靠上许氏就高枕无忧了？我能让你妈住不进任何3甲医院。我笑了，打开手机邮箱给他看已发送列表。
证监会、纪检委、税务局，密密麻麻，全是举报信。附件是陆家操控皮包公司的完整证据链。您猜怎么着？我按下发送键，刚才那份是备份，原件现在应该已经到巡视组手里了。老东西的脸皮开始抽搐。我转身走向电梯，背后传来他歇斯底里的吼叫：“你给我等着！”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掏出震动的手机，许晨发来简讯：“干得漂亮，明天来取董事办公室钥匙，早上7点。”我被沉默的夺命连环 call 吵醒。快看股市！他在电话那头尖叫。晨星集团开盘跌停了。我眯着眼打开财经 App， 鲜红的-10%挂在晨星集团的股票代码后面。评论区炸了锅，黑心企业坑害员工，财务造假实锤，董事长儿子挪用公款。手机突然弹出推送，独家：晨星集团拖欠3个月工资，员工集体讨薪，配图是公司前台被泼的红油漆。我慢悠悠地泡了杯咖啡，给许晨发了条消息：可以收网了。许氏集团会议室，20几个前同事站得像等待审判的囚徒。张威眼睛红红的：“沈哥，大家真的走投无路了。”我转着钢笔不说话，直到会议室玻璃门被推开，陆子明穿着皱巴巴的西装闯进来，后面跟着2个保安。沈风华，他嗓子哑得像砂纸：“你挖我的人。”我笑了：“陆总，贵司好像已经3个月发不出工资了。”他脸色铁青。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想要回你的团队可以。”我指了指地面，跪下来道个歉。我考虑考虑。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陆子明嘴唇发抖，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对不起。”我掏出手机，咔嚓拍了张照片：“不好意思，我考虑完了，还是不想还。”他瘫坐在地上的样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条丧家犬都狼狈。下午茶时间，林曼妮踩着高跟鞋来找我。这女人今天破天荒没喷香水，白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活像来参加葬礼。风华，他递来一个 U 盘，这里有陆家所有的黑料。我插进电脑，里面是完整的阴阳合同和境外账户明细。最精彩的是个命名为保险箱的文件夹，点开全是陆子明和不同女人的艳照。条件呢？我头也不抬。他咬着嘴唇，让我进许氏，职位不低于部门经理。我拔下 U 盘扔还给他，出门右转电梯下 B2， 商业调查局的人在等你。他脸色瞬间惨白：“你什么意思？”我按下座机快捷键：“保安，这里有个商业间谍。”晚上9点，陈默发来最终审计报告。我盯着那个数字笑出声：3亿。陆子明这傻逼居然连员工养老金都敢动。报告末尾附了段监控视频，陆父在董事长办公室暴打儿子，最后自己气得心脏病发作，被抬上救护车。许晨的电话就在这时打进来：“满意了。”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陆子明被警察带走的新闻照片，还行，就是救护车来得太快了。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明天来参加董事会，你的新办公室能看到他们公司大楼。”我走到窗前，远处晨星集团的 LED 招牌正在黑暗中一块块熄灭。门铃响起时，我正在擦拭新办公室的名牌：沈风华，董事副总经理。监控屏幕里，陆父抱着个檀木盒子站在楼下。3天不见，这老狐狸的被驮得像只虾米。让他上来。我按下通话键，顺手打开了录音设备。
电梯门一开，我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沉香味。陆父今天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活像个落魄老学究。小沈啊，他哆嗦着手打开檀木盒，听说你一直在找这个，盒子里躺着支万宝龙钢笔，和我当年被摔碎的那支一模一样。我拿起钢笔转了转，1947年复刻版，全球限量87支，突然用力往地上一摔，笔尖应声断裂，可惜是赝品。陆父的脸皮抽搐得像触电，直接说吧。我翘起二郎腿，你儿子明天就要上法庭了，现在跪下来求我，说不定还能少判2年。老东西突然扑通跪下，从怀里摸出张支票，5000万，只要你出份谅解书。我笑了，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陆父声音：栽赃的事安排好了吗？陆子明：放心，林曼妮已经在他电脑里塞了假数据。另一个男生：记住，必须让他背死这个锅。陆福猛地抬头，这声音是陈志远。我按下遥控器，幕布降下来，开始播放视频。画面里，我那前任 CEO 陈志远正往陆府办公室塞文件，账目都改好了，全推给沈风华就行。想不到吧？我关掉视频，你儿子就是个背锅的。陈志远早就想除掉我，因为我发现他贪污了上市募集的资金。陆父瘫在地上，像滩烂泥。我蹲下来拍拍他的脸，顺便告诉你，刚才那段视频我已经发给经侦了。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3名警察推门而入。陆建国，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请配合调查。看着警车远去，我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母亲的治疗记录。火苗窜起来的时候，许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烧了干嘛？他递来杯威士忌，那可是重要证据。我任由灰烬飘散，不重要了。许晨突然笑了，知道为什么选你吗？据说是某位董事的干女儿在逼我挑眉，就因为这。不，他抿了口酒，因为那清洁工是我爸。我站在全景落地窗前，俯瞰着 CBD 璀璨的灯火，脚下这栋新落成的双子塔，左边挂着风华国际的 logo， 右边是许氏集团的招牌。手机震动，陈默发来最新财报，第1季度净利润破亿，投资人排队送钱。我晃着香槟杯，突然听见秘书通报：沈总，有位陈先生坚持要见您。门被推开时，我差点没认出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陈志远，我的前 CEO。风华，他搓着手，西装袖口已经磨得起毛。我们那个医疗项目能不能？我打断他，要投资。他眼睛一亮，我指向窗外，看见对面那栋楼了吗？当年你让保安把我从哪扇门扔出去的，现在可以再去走一遍。他脸色灰败地离开时，撞上了抱文件进来的张威。如今他已是我的运营总监，手里拿着儿科医院的捐赠协议。沈总，林兰儿科中心下周1揭牌。他眨眨眼，院长说您母亲当年用的治疗方案现在能救活90%的患儿。我翻开协议，取出那支许晨送的万宝龙钢笔，笔尖落在纸上的瞬间，阳光穿透云层，在签名处折射出一道锐利的金光。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